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在中国的论坛上看到了一篇引发热议的文章，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曾经就读于中国大陆顶尖学府，这个人叫李海七，来自中国北京的一名清华大学毕业生，凭借着过人的学业成绩和坚定的学术追求，曾一度认为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。他的心中，学历代表一切，尤其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学位，更是他身上无数光环的象征。也正是这种自信，让他在生活中往往不屑于小事，并且以自我的标准来衡量世界。然而，一次前往台湾的交流学习，却让他彻底改变了看待学识、素养与文明的观念。这一切都发生在台北捷运站的一个清晨。当李海七踏上台湾土地的时候，他带着满满的自信与期待，认为这将会是一次学术交流的旅程，无论是学术讨论还是文化碰撞，对他而言都是一次提高自己视野的机会。然而，这一切的想法在台北捷运站的第一站瞬间被打破。当他走进捷运站时，迎接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场景。人潮虽然拥挤，却秩序井然，每一位乘客都自觉地排队，无论多忙碌，无论多疲惫，大家都按部就班地站在候车线后。这与他在北京地铁站经常见到的推挤、争抢、插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当李海七拿着行李箱试图挤进人群时，他突然停住了。他看到所有人都在默默地遵守规则，没有一个人打破这个安静的秩序。他原以为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，但当他准备站进去时，一位看起来年约50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彬彬有礼地指了指不远处的排队标线，低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这边是排队区。”李海七的脸颊瞬间发烫，所有的自信瞬间被击垮。他站在原地，静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，突然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陌生人，一个在文明规范面前无所适从的局外人。然而，这仅仅是李海七在台湾的第一课。他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都市的快节奏，甚至带着一点嘲弄的心态看待这些所谓的规矩。但当列车到站的那一刻，情况再次让他大吃一惊。即使车厢内的乘客已经接近满员，所有人依然静默地站着，保持着礼貌的距离，耐心地等候车内的乘客下车。这一幕让李海七的内心再次剧烈震动。他从未在大陆的地铁中看到过这样的情景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其他城市，地铁总是拥挤且充满混乱。即便是站台上，有时候也能见到有人急匆匆地推挤上车，甚至不顾车厢内乘客的下车需要。这种情况他已经习惯了，甚至对此不再有任何不适。但在台北，这一切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在默默地遵守着规则，遵守着基本的秩序，仿佛这已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。李海七站在车站，看着台湾人安静的排队，静静的等候，心中充满了深深的羞愧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曾经认为的文明和秩序，可能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姿态，根本无法与真正的内在修养相比。随着日子的推移，李海七对台湾这片土地的了解越来越深。他发现，在台湾，无论是捷运站、餐厅、街道，还是公共厕所，人们都会自觉维护公共秩序，尊重他人，这一切似乎都已经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。某一天，李海七在捷运车厢里看到一个让他心头一震的场景，一位年轻人正在默默地站着。当一位携带婴儿车的母亲上车时，那位年轻人立刻起身，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了母亲。这一幕看似平凡，但对李海七而言却无比震撼。他回想起在大陆经常看到人们争夺座位，甚至有时会因为是否让座而争论不休。而在台湾，这一切似乎早已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指引或强制。更令李海七感动的是，他在台北捷运上偶然听到的一个对话。一位母亲轻声对自己吵闹的孩子说：“不爱坐是给需要帮助的人用的，我们应该让那些比我们更需要的人先坐。”这位母亲没有因为孩子的年纪小而妥协，
而是耐心地向孩子解释社会责任和公德心。这一刻，李海七的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情感。他曾经以为拥有清华大学的学位，便代表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地位，代表了自己的优越。但如今，面对这些默默遵守规则、关怀他人的人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学识，其实与他人生活中的这些基本素养相比，根本无法相比。李海七站在台北的捷运站台，看着排队的乘客，心中五味陈杂。这时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学历在这里真的像一张废纸。他曾经认为自己的学历足以让他在世界上无所畏惧，但当他面对台湾普通市民的素养时，他感受到的是深深的羞愧。真正的文明并不是依赖高等教育和学位来塑造的，而是通过每个人的行为和对他人尊重的态度来体现的。李海七把这些想法写成了一篇朋友圈动态。他写道：在台湾，文明是一种习惯，而非规则。我的学历在这里如同一张废纸，我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。他的这条动态很快引来了朋友们的点赞和讨论，很多人也开始反思，是否自己曾经也忽略了文明的本质，是否也该学习更多来自生活中的细节教育。回到大陆后，李海七再也无法忽视自己与台湾文明的差距，他开始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，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他都开始更加注意秩序，对他人展现更多的尊重。他开始注意排队，遵守公共规则，甚至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。虽然他知道这些改变无法立刻改变整个社会，但他相信这些小小的改变终究会对周围的人产生积极的影响。在那个台北的清晨，李海七在捷运站台上的那一刻，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。他再也不会忘记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的细微关怀，那些不求回报的善意，他们早已成为了台湾社会的底蕴，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。学历可能代表了某些知识，但它无法衡量一个人真正的素养。真正的文明往往体现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，但台湾的捷运站却让我明白，真正的教育是社会赋予每个人的礼物，而文明是一座社会最好的名片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